今天才知道，在厨房的洗碗池上放一个塑料瓶，作用居然这么厉害，解决了我们很多的大麻烦。到底把塑料瓶放在洗碗池有什么妙用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红红生活妙招。洗碗池，我们每天都会用到它。家里面的洗碗池下面都有一个过滤网漏塞。即便有过滤网，但每次洗过碗过后，总有一些细小的残根会流入下水管，尤其是现在天气逐渐变冷，流入下水管就容易凝固，而导致下水管堵塞，让我们非常的烦恼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方法，轻松搞定。首先得找出一个塑料瓶。这种塑料瓶大家家里都有吧？无论是大的或者是这种小的都是可以的。先把外面的包装纸给它吃掉，然后差不多沿着这个位置把它剪下来。当然，它的高度一定不能高过洗碗池。沿着这里剪一圈，轻松的就能给它剪下来。当然，剪好之后，我们得在底部和两侧给它戳上一些小孔。那么怎么戳小孔？我们只需要找出一根钉子和一个钳子就可以。如果没有钉子，也可以用铁丝来代替。接下来打开燃气灶，把燃气灶的火给它开到最小，千万不要开大了，以免烫到手。然后用钳子夹住钉子，在火上把钉子给它烧烫。注意，这里一定要小心哦，直到把钉子烧烫。当然，钉子烧的越烫，越容易穿过塑料瓶，所以建议在上面烧上1分钟左右，让整根钉子都处于非常烫的状况。像这样就差不多了。然后在瓶底轻轻的一戳，就可以戳出一个小孔。直到感觉戳小孔的时候有很大的阻力，我们再次将铁钉在燃气灶上给它烧烫，反复用这个方法，直到将瓶底给它戳上几圈这样的小孔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把瓶子的侧面、下面2、3排也同样戳上一点小孔，并不需要太多，一排戳上3到5个就可以。再次提醒一下大家，戳小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，钉子上面特别的烫，千万不要碰到手上了，那样就得不偿失了。全部戳完小孔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样的塑料瓶。这里还需要最后一步，再次把钉子给它烧烫。这里不需要烧上多久，因为这里只需要戳上2个小孔。这2个小孔我们是拿来穿绳子使用的。小孔尽量给它弄得大一点，这样穿孔的时候方便快速穿入。像这样就制作完成了。然后找出一根绳子，不需要太长，然后把线头从瓶子的里面从孔中穿到外面。穿好以后，为了防止滑动，我们可以给它打一个结来固定一下瓶子。
这里建议给它打上一个牢牢的死结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枕头也给它打一个结，最后把多余的部分给它剪掉就可以了。这样一个自制的塑料过滤网就做好了。来看一看怎样使用吧。家里面的洗碗池这里都有一个盖，当然如果没有，你也可以给它挂在水龙头的开关上。我们只需要把盖子打开，然后拿出做好的塑料过滤网，把绳结套在瓶盖上，接下来再把盖子原封不动的给它安装回去就可以了。这样洗碗池上就多了一个过滤网，以后无论再多的残羹剩饭，我们都可以直接倒入做好的塑料过滤网当中。而洗碗池自带的过滤网可以起到一个二次过滤的效果。当然，每次使用完过后，像里面的残羹剩饭或者洗碗留下的菜叶之类的，我们需要把它取下来，面的水分已经基本过滤干净，然后倒入垃圾桶。最后用水把里面冲洗一下就可以了。如果里面有油脂残留，建议使用热水来冲洗。可以看见沥水特别的快捷。冲洗干净过后，再次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挂在这里就可以了。这样做出来的塑料瓶过滤网不仅可以拿来过滤残羹剩饭，像家里面的洗碗布或者钢丝球，每次洗完碗过后，也可以把它放在里面，然后把里面的水过滤掉哦。怎么样，朋友们？没想到在洗碗池上放一个喷泉水瓶这么的实用吧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看完记得给我点个赞哦。